大家好，我是魔法创作室，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。洗葡萄别再用老方法了，只靠盐水清洗，等同于吃虫卵。今天教你正确的做法，让脏东西全部清除，葡萄干净且透亮。一起跟着视频了解一下吧。说到葡萄，那可是我们家平时最爱吃的水果之一，它酸酸甜甜，汁水充足，还可以酿酒。葡萄既好吃又有营养。不过，新鲜的葡萄表面总是有一层白白的霜，上面会有许多细菌、虫卵和残留的农药，有时缝隙里还藏着小虫子。再者，葡萄颗粒小，还密密麻麻的，所以清洗葡萄确实是一件相当棘手的事。常见的清洗方法是用流动水冲洗，但无论冲洗多少遍，往往都洗不干净。很多人吃了葡萄后会拉肚子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没有清洗干净。因此，清洗葡萄时不要只用盐水浸泡，也不要把整串葡萄在流水下冲洗，那样内部的脏物是根本冲不掉的。一定要掌握正确的清洗方法，才能洗得干净，吃得放心。如果你也爱吃葡萄，那就跟着我好好学一学，把虫卵、农药残留全部清除得干干净净，吃得放心又健康。首先把买回来的葡萄用剪刀逐颗剪下来。很多人在清洗葡萄的第一步就错了，习惯性的把一颗颗葡萄揪下来。这种做法看似省事，实则会对葡萄造成致命的伤害。用力扯下来，葡萄的果皮极易受损，葡萄的汁水容易流出，这不仅会显著削弱葡萄的新鲜口感，破损的果皮还暴露在外，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，让原本新鲜的葡萄加速了变质。因此，最好选用一把锋利的剪刀，才能轻松剪断葡萄的果蒂，尽量减少对葡萄的损伤。将每一颗完整的葡萄一个一个剪下。这一步看起来虽然繁琐，却保留了葡萄的新鲜与卫生之关键在于此。剪葡萄的时候，一定要记住要贴紧葡萄的果蒂，留出一小段果梗，如此既能防止果皮受损，又能在浸泡过程中避免果肉直接接触水，从而防止水分损害果肉，最大程度地保留葡萄的原汁原味与营养成分。全部剪好后，我们接下来准备一个大盆，最好选陶瓷或玻璃材质，因为这些材质不会对葡萄产生化学反应，便于清洗过程中的安全。盆子的大小要能够容纳所有葡萄，并留有足够的空间，让葡萄在水中自由移动，这样才能确保每一颗葡萄都得到充分清洗。接下来，在盆中放入1勺食用盐。众所周知，食盐具有良好的消毒杀菌作用，食盐的颗粒也可以起到物理摩擦的作用，帮助去除顽固的污渍。更重要的是，食盐通过渗透压的原理，使附着在葡萄表面的虫卵因失水而脱落，因此可以有效去除葡萄表面的虫卵，确保葡萄的卫生。接下来加入1勺小苏打，亦称碳酸氢钠，它是一种弱碱性物质，能够有效地中和葡萄表面残留的酸性的农药，分解其化学结构，从而降低农药残留对人体的危害。此外，小苏打还能去除葡萄表面的污渍和杂质，使表面更加干净。最后，我们再放入2大勺的面粉。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，它强大的吸附力能够将缝隙中的灰尘和昆虫分泌物牢牢粘住。面粉的吸附作用可以深入到葡萄表面的皱褶和缝隙里，去除那些不易察觉的杂质。淀粉粒还能像磁铁一样吸附浓缩的残留物，淀粉分子与脂溶性残渍结合，搓洗后会形成带有脏污的淀粉团，一并被冲走。将清洁溶液充分搅拌均匀后，把葡萄放进来，然后用手轻轻地抓洗一下，
去掉葡萄表面容易脱落的脏东西。抓洗完成后，让其静置浸泡约10分钟。浸泡过程中，你会观察到溶液逐渐变得浑浊，这是在浸泡时，小苏打持续与农药发生化学反应的表现。食盐也在持续作用于虫卵和污渍，面粉则持续吸附细小的杂质。浸泡约10分钟后，我们用双手再轻轻地搓揉一次，重点是在清洗皱褶以及果蒂与果皮的连接处，动作要柔和，持续大概半分钟左右。这时可以看到浸洗过的葡萄水变得非常浑浊，甚至还能看到一些悬浮的细小颗粒，这些就是从葡萄上洗下来的杂质，足以证明清洗的效果显著。现在就把葡萄捞出，放在流动自来水下面，反复的多冲洗几次了。这个时候用流动自来水冲洗，主要是为了把葡萄表面的小苏打残留冲净。整个过程大约冲洗3到4次，就能把葡萄表面冲洗干净。把全部冲洗干净的葡萄放进事先准备好的凉白开里浸泡，用家里面的纯净水或者是矿泉水都可以。有些朋友可能不太理解，因为明明我们的葡萄已经洗得非常干净了呀，为什么还要把水果放到凉白开里再洗一次？是因为前几次清洗采用的是自来水，而现在流动自来水里面有许多的杂质和其他细菌，对于我们体质不太好的小朋友和老人不是特别友好。多数儿童与老人若食用经自来水清洗的水果，可能会出现不适，所以为了保险起见，最后再做一次清洗。请大家尽量用凉白开水或者纯净水再洗一遍，这样就万无一失了。然后把葡萄放到沥水篮里沥干水分，或者用厨房纸轻轻吸干表面的水分，这样就可以直接吃了。我们可以看到，经过这样的清洗，葡萄的晶莹通透，吃起来放心又安心，也更无需担心健康隐患了。需要提醒大家一点，记得洗葡萄的时候，吃多少就洗多少，不要一次性把太多葡萄洗好，因为葡萄沾了水之后，保存就不太容易，尤其是在天气闷热潮湿时，更容易发霉变质。如果洗得太多吃不完，一定要放在保鲜盒给它密封起来，再放进冰箱冷藏，这样可以把未吃完的葡萄保存1天。用保鲜膜包起来放进冰箱冷藏的话，可以保存到5天以内。建议大家吃葡萄的时候连皮一起吃，这样就不会让葡萄流失任何营养，葡萄皮中的花青素也不会白白浪费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。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。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，或许你有更多更实用的小技巧，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哦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生活技巧。每天呢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，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